注意看，低調退役的死神方便竟然突然重返擂台，因為這一次他實在是忍無可忍。一個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號稱蔡李佛拳傳承人的小子，竟然點名要挑戰死神方便。而為了使方便接下挑戰，甚至用起了激將法，在媒體面前稱方便就是沒實力的紙老虎，只要方便敢接下他的挑戰，他絕對敢讓方便吃不了兜着走。大眾的輿論和對手的挑釁，讓原本已經打算要退隱江湖的死神方便毅然決然地重返搏擊擂台。說起方便，大家絕對會想到這位曾經的拳壇一代霸主為中國搏擊做出的巨大貢獻。無論是客場秒殺韓國戰神基志基，還是終結馬庫斯在中國的不敗連勝，回想起來都會讓人血脈噴張。但是萬萬沒想到，就是這麼一位曾經的拳壇王者，如今竟然落得讓一個22歲的年輕小輩羞辱，這換作是誰都難以容忍。好，觀眾們大家好，您現在收看的是安徽衛視正黃魚騰的比賽，我是解說吳申，跟我其他的還有丁淼老師，丁淼老師你好。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吳老師您好。那麼這是我們今天最受關注的一場比賽啊，由藍方選手于建宏對陣紅方選手方便。方便就不用多說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熱愛搏擊的愛好者沒有一個沒聽過這個名字的啊。在主持人也是介紹了，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場比賽，年齡也是相當於是到了退役的年齡，但是還是在擂台上堅持。那反觀這個于建宏呢，是目前22歲，戰績29戰22勝，然後5負1平6次 KO。雖然說我們的死神方面啊已經是退隱江湖這麼多年了，但是我們看他的身材和身形啊是完全沒有走形，這說明了方面在日常的生活當中啊訓練一直沒有停止過，相當的自律，也隨時做好了重新復出拳壇的準備。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武者啊！相比之下，我們看這個武僧一蟲啊，現在是肥大變胖，吃的是肥頭大耳啊。他自己跑步，自己在健身房去打空擊。方便的打法呢，就是這種快進快出啊，很典型的，而且他的這個出腿很重，而且其實身體硬度很高。看一下他的對手于建宏啊，他的戰績也是不錯的，29戰22勝5負1平6次 KO。是，剛才這個擊負好像把對方的腹部打紅了，這個後手重拳很重啊。這邊我們忘記介紹這個于建宏了啊，他今年22歲，生涯戰績呢也是相當不俗。最重要的是啊，他是中國傳統武術蔡李佛拳的傳承人。作為一個傳統武術的傳承人，我沒有想到做一個武者，他對前輩啊竟然如此的不尊敬。我覺得他今天啊敢說方便是紙老虎，明天他就敢說我們中國散打是雜技。觀眾朋友們，你敢不敢信？距離拉得很遠，並沒有挨得很結實。老師他的身體硬度也是非常好的。是，最後的10秒了，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動作。這個下劈腿，這也是一個散打的動作。這下劈。好，觀眾朋友們，這邊第一回合比賽結束。方面由於很久沒有打比賽了嘛，所以說第一回合相對來講啊還是比較的謹慎。先熱一下身，熟悉一下節奏。第二回合我們再給他好看。哎，這邊雙方第二回合的比賽已經開始了。開場就是一個側踹。對方還在方便的面前秀起了腿法。觀眾朋友們，這完全就是小巫見大巫啊，班門弄斧。因為他的腿本來就很重，而且速度很快嘛。你看這個低邊腿，他的低邊腿跟低掃腿還是不太一樣的。低邊腿的話，它注的是這個速度，高掃。這個後直是對方反應過來了。我感覺方便很久沒有打比賽了。開心的表情就回到這個熟悉的擂台之上，肯定是非常興奮的。興奮歸興奮，但是目前看起來死神方面呢，可能啊連50%的功力啊都沒有發揮出來。我現在呢非常清晰的感覺到方便啊在收着勁兒在打，因為方便和這個于建宏的師傅啊也是老相識了，所以說今天呢也不好意思啊下手太狠，稍稍微微的啊簡簡單單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畢竟呢，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啊，沒必要下死手啊。方面的話就老將風采，就完全絲毫不慌，任何的狀況、任何的場上情況，他都不會說去表現的有一絲絲慌的神態，反而對方就身體繃得很緊啊，就生怕方面有一個重擊打到。感覺方面還沒有放大招呢。後直，這個後直是毫無徵兆性的。後手拳。對方作為一個蔡李佛拳的傳承人啊，我是真的沒有想到他的拳法還沒有方便好，因為死神方面最拿手的就是腿法，並不是拳法。
所以呢，我現在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來質疑這個蔡李佛拳的實戰能力。觀眾朋友們，當然我是很支持我們中國傳統武術的，但是目前看起來他在方便的面前啊，他所謂的什麼蔡李佛拳，我並沒有看到太豐富的一個進攻手段，非常單一。有沒有懂的觀眾朋友們在評論區給我科普一下這個蔡李佛拳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好，這邊第二回合比賽結束。今天的比賽讓我想起了一句老話啊，呂布死了，人人都稱自己啊天下無敵啊，天下第一。也就是說，方便在退役之後啊，人人都說我能夠擊敗方便。好，双方第3回合，也就是最後一個回合的比赛馬上開始了，觀众朋友們千萬別錯過。哇，这個躲地掃啊，看到沒？就稍稍的一點點位移，你就踢不到了。而且他的腿有很虛的動作，腿部在顫動，不知道是他到底是要踢，還是真的要踢，還是假的？這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起到一個迷惑了對方的作用。哎呀，可以。對方開始大擺掄了，大個高掃腿也是沒有掃到。這樣紅也是蠻拼的呀。其實對於方便今天的復出大戰啊，我最擔心的就是方便體能上的問題。但目前看起來似乎是我多慮了，觀眾朋友們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而且方便的經驗足夠老練，打的這個於建宏是完全沒脾氣，對方只要稍微一出手，方便立馬摟住。好，打完之後再摟，這個已經是在經驗這一塊啊，已經是完全的碾壓對方了。哦，這前手擺拳打到了，有一點晃。哎呦，這個正蹬兩個正蹬也是有效的呀。再來一個前手擺拳，後手拳沒有打到，馬上收力啊。哎呀，這個方面也是露出比較嚴肅的表情，已經露出來了。後手重拳，但是對方就用位移給躲開了。正蹬腿。的正蹬啊。擺拳，再來孤頸膝撞，感覺方便老師的這個頂膝稍微少一點。後手拳又來了。對，這個後手拳真的很不錯。哎呀，繼續。擺拳打到。其實今天啊，對於蔡李佛拳的小子於建宏來講，打方便這是一件雙贏的事兒。無論他是輸是贏啊，他都賺。打贏了，他可以一戰成名，踩着方便上位；打輸了也無所謂啊，畢竟22歲嘛，打一個老將，輸了也不丟臉。這個小子很聰明，他知道打方便有熱度啊，可以讓自己的名氣啊大大的提升，所以才不擇手段的來羞辱方便。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有武德的人該做出來的事情。才22歲啊，就走這些個偏門偏道，我相信他未來也成不了什麼大氣候。這第3回合還沒有出一次側踹啊，高掃。感覺，轉身後蹬有效果，這個距離把控得很好。哇，這直接打了之後摔倒在地了，把你的重心給破壞了，你沒有任何的辦法。好，回合馬上就要結束啊，越來越有感覺了，但是要提腿側踹，但是又收了回來，絕對不出無意義的動作。對啊，最後也是好，觀眾朋友們，雙方這場比賽終於結束，歷時3個回合，為我們奉獻出了一場非常精彩的比賽。雖然說沒有產生 KO 吧，但是方便能重新回到擂台打比賽啊，我們已經很滿足了啊！讓我們恭喜方便再一次重振雄風，拿下勝利啊！只能說真的是寶刀未老啊！好，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毫不講道理的重拳，摧筋斷骨的爆桿，在他的爆桿拳法面前，不論你是哪路高手，都众生平等。一拳打不倒，那就打2拳；如果還不倒，那就打到你倒下為止。在2014年橫空出世，僅用不到2年時間，便快速崛起，成為了一方霸主。一臉人畜無害的表情，卻總能打出最狠且最恐怖的重拳。在他的對手當中，有不少都是混迹江湖多年的老将，但在他毫不講道理的重拳之下，沒有任何一個能夠逃脫被 KO 的命運。他便是江湖人稱爆桿大師的恐怖小胖魏寧輝。今天這一期視頻將帶大家了解魏寧輝職業生涯最兇殘且最殘暴的 KO 場面。第一場比賽發生在2014年，對手是來自波球拳館的丹尼斯·布瑞克。在中國從未有過敗績的丹尼斯·布瑞克起初並沒有瞧得起眼前這個年輕小伙，而19歲的魏寧輝則是充滿了自信，仿佛比賽還沒開始就已經看到了勝利。要在2月28號在美國站他又打了一場。起初人們都以為經驗更豐富的丹尼斯·布瑞克會非常輕鬆地擊垮魏寧輝。你看，
对，你不要怵他，你一怵他就没法打这场比赛，硬碰硬再打。对，只能打住。这不高，爆发力非常好。对，弱，你看他有摆拳，哟呵。比赛第一回合的丹尼斯的確是火力全開，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拿下魏寧輝，打卡下班。這個比賽很有可能有被挑。大賽經驗其實要比丹尼斯 Brittle 比賽結束。雖然說魏寧輝開局不利，然而在比賽第二回合，情況完全發生了逆轉。魏寧輝的進攻如同疾風驟雨，爆桿拳法讓丹尼斯嘗到了苦頭。對，這個好的原因看，這就是一擊攻，打不開 KO。教練非常好，這個非常到位，上門太強了。這叫做腹部已經被傷了。這就是繼續往桿子進攻，對，漂亮。因為丹尼斯過於在今天比賽裡面，他的這個表現。最終魏寧輝逆境翻盤，用恐怖的爆桿拳法擊敗對手的同時，也開啟了自己的不敗王朝。緊接着，在2015年，魏寧輝對上了來自波蘭的拳手托馬茲·馬克夫斯基。此人是波蘭最好的自由搏擊高手之一，縱橫歐洲格鬥界不僅拿獎無數，還開創了屬於自己的門派。比賽還沒開始之前，兩人便唇槍舌戰，都表達了自己必勝的決心。我估計不會打滿3局，他不 KO 我，我肯定會 KO 他。魏寧輝也是鬥不能只是一天，好了要回給他通報了。托馬茲，來吧，我們硬碰硬，我會重拳 KO 你。隨着裁判一聲令下，魏寧輝像一頭老虎一般衝向對手。正如魏寧輝賽前自己所說，這場比賽不可能打滿3個回合，但任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場竟然只用不到40秒便輕鬆結束。哦，非常有穿透力。一個大桿直接把托馬斯給悶在了地上。之前我就說我們兩個打法一樣，不是他 KO 我，我就 KO 他，沒想到這麼快。這些。在2016年，魏寧輝報名參加了昆崙決魔鬼8人賽，賽制規則相當的殘酷，要一晚上連續打贏3個人才能夠拿下冠軍。但由於抽籤手氣不佳，在8強賽當中就遇到了和他一樣的年輕實力悍將克雷格·迪克森。比賽還沒開始，兩個人便劍拔弩張。克雷格·迪克森更是表示，一回合足夠拿下比賽。賽前說這麼多，厲害的話也沒用，打完才知道。這是2016年昆崙決65公斤級世界冠軍賽1/4決賽的第一組。藍方是來自英國的克雷格，紅方是來自中國的恐怖小胖魏寧輝。今晚的勝者要連打3場。對，這個對於職業選手的這種體能啊，跟這種意志力是非常的要求之高啊。想獲得冠軍，必須要一晚上連贏3場，因此兩個人都非常的謹慎，都想最大限度的保存好自己的體能。在比賽過去2分鐘之後，魏寧輝實在是忍無可忍，率先發動進攻。連續的擊服，聽到這砰砰的這個聲音啊，靠近脾臟的位置。對。之前他戰勝白利帥的時候，其實就是態勢的風味特別的濃，只是用。第二回合的克雷格·迪克森攻勢如潮，一波接上一波，一時之間竟忘乎所以，不再防守。但這也給到了魏寧輝一個絕佳的時機。各種方面啊，他擊中一個是擊倒，一個是動搖，漂亮，一個明顯的漂亮的前手。這一次擊倒過後，便一發不可收拾。魏寧輝火力全開，瘋狂轟炸克雷格·迪克森，也徹底打消了他想奪冠的念頭。着點不要太着急，體能的分配。對，後手鑽進去，有了，逼到身邊，組合，要把他防守打散，對，一定要把他報價給砸開，腿就已經有點不標準了。現在還要讀秒，看比賽即將結束。對，連第一個回合裡面讀秒3次就直接判負了。對，魏寧輝能有機會進4強。對，打散，對，把報價砸開。能不能為後面的比賽為自己節省一些體力？看他會不會使出肌膚。來了，結束，連續讀秒3次。最終9981拳過後，克雷格·迪克森終於倒在了魏寧輝的重拳之下。但這也讓魏寧輝的體能上受到了極大的損耗。在接下來的4強當中，魏寧輝遇到了自己人蒙國東。雖然台下是兄弟，但台上是對手。這一戰魏寧輝絲毫沒有留情，也給予了對方最大的尊重。讓中國選手對中國選手打，其實也是算是一個很大的提升啊，對中國選手來說。沒錯。
因为无論是誰獲勝，都代表中國選手技術和各方面膽識經驗的提升。對，其實我了解他們兩個人是非常熟悉，而且兩個拳館之間的交流是比較多。比賽剛一開始，魏寧輝便先發制人，低掃開路，將蒙國東踢倒讀秒。台上會出現任何的情況，可能是你很好的啊。在隨後的比賽當中，更是頻頻踢向蒙國東的小腿。在苦苦支撐了1分0.25秒鐘之後，蒙國東再也堅持不住，裁判宣布了比賽結束。魏寧輝這個在膝關節那地方很難受。對，剛才因為我以前也受到過這種，就某一個點呢被擊打以後，這種肌肉的瞬間的這種收縮是非常疼痛啊！再來，應該是直接判。這樣，魏寧輝順利地殺入到了今晚的總決賽。在總決賽當中，他遇到了同樣連贏2場的實力悍將拉布多拉赫。此人在來中國之前就頭頂多個冠軍光環，可以說他就是為了戰鬥而生。但與魏寧輝不同的是，阿布多拉赫在和魏寧輝交手之前，他的另外2場比賽都是陷入到了苦戰，都打得相當艱難。因此到這個時候，他的體能已所剩無幾，而且整張臉已經被打得面目全非，沒了人樣。而魏寧輝更是保持了上一場比賽的手感，在這一場比賽繼續低掃開路。兩個人的這種肌肉類型都非常的棒啊！又是低掃，掃的對方重心都有點歪了。對，在半決賽的時候，魏寧輝就用低掃 TKO 了蒙國東。現在我看到阿布多拉赫在疼，他在躲啊。而且你看阿布多拉赫，從他沒有打腫那張臉看，很像當年的頂級王者惡童兼金童的巴德哈里。對，有明顯了，他有單腿了，單腿站立了，有效果了。再低掃一下，對，加上拳頭。對，加上拳法的輔助，很難了，很難了，有可能直接就腿法踢掉了。加上拳法的掩護啊！如果在那個形勢下去的話，他不會再突破2腿的。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和上一場比賽一樣，魏寧輝繼續用自己的低掃腿拿下了勝利，拿下了今晚的魔鬼8人賽的冠軍。一晚上連贏3場拿下冠軍，無論怎麼想，這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好，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對於魏寧輝的實力，你有什麼想說的，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在此呢，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與支持啊！能看到這裡，相信您對中國拳擊是非常支持的。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這種比賽連保險公司都聞風喪膽，這是一場超過上千斤的巨獸之戰，兩頭猛獸玩命般拼拳，打得頭破血流，只為爭奪泰森挑戰權。這樣的比賽輕易不舉辦，因為選手呢相當難找，必須要找人類當中最兇猛的大塊頭，而且為了使他們心甘情願地加入比賽，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之高，甚至搬出了拳王泰森。沒錯，贏者就可以獲得挑戰泰森的權利。人們常說打100場比賽不如打1場泰森，就是因為打泰森的出場費實在太高了，一場比賽足以讓你後半生衣食無憂。哎，這邊雙方的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好，我們注意看這邊雙方的比賽已經正式開打。來自伊朗的大力士金太郎直接衝了上去。哇，他的火力相當之猛，完全沒有章法呀！拳法就是各種大擺錘啊，各種不講道理的擺拳。哎，這邊稍微放緩了一下節奏，剛剛火力太猛了啊，稍微歇一歇。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那這個穿着黑色短褲便是來自伊朗和日本雙國籍的金太郎。我們注意看他的短褲上印着日本和伊朗的2個國旗，而這個白色褲衩皮膚黝黑的壯漢啊，來自於美國，人送外號野獸的鮑勃薩普。這場比賽據說保險公司都不願意給他們2個投保，因為保險公司聽說了啊，這個最終的獎勵是泰森挑戰權。實在是太誘人了啊，搞不好會打出人命啊！哎，這邊我們看，剛說會打出人命啊，鮑勃薩普的眉骨已經被打開了，已經開始流血。金太郎虎視眈眈，
像这種重磅级的比赛呢，他们的拳啊，已不再是小刀割肉啊，像轻量级别啊，一拳又一拳打点数，而都是一锤定音呐。美国的鲍勃萨普横冲直撞，但完全没有防守。刚刚这一轮明显是金太郎的他的防守反击啊打得更好一些。大重磅级的比赛，体能消耗呢也是非常的快。现在两个人明显都累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呢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呀。因为他们都想看一看到底是谁能够拿下这个泰森的挑戰權。哎，這邊雙方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哎，這邊美女，哦，這應該是有點印度的血統啊。好，我們不浪費時間，第二回合比賽繼續。我們今天就來看一看啊，到底誰能夠拿到泰森的挑戰權。但是目前我看起來，以他們兩個的實力啊，打泰森，估計是有點難了。兩個一起上，估計有些。好，要進地面了，翻來翻去，現在美國的鮑勃薩普翻到了上位，這是一個側方位的壓制。在這個位置，他可以用自己的拳，可以用自己的肘來進攻對手。其實這個鮑勃薩普啊，他和泰森還真有點淵源。早在10多年前，他就想挑戰泰森啊，不過當時泰森呢是拒絕了他，因為打他沒什麼意思啊，因為他沒什麼名氣。但現如今呢，機會終於來了啊，贏了就可以拿走泰森的挑戰權。像他們兩個打一場比賽，可能出場費啊，也僅僅只有不到10萬美金。但打泰森的話，觀眾朋友們，那可就是要翻50到100倍了。現在在下位的金太郎很難受啊，滿臉通紅，因為在上位的鮑勃薩普，他的體型啊是400將近500斤的，即使不打拳啊，壓在他的身上也很難受啊。老人常說呀，惹誰都不要惹這個腦袋上有虎皮紋的。什麼是虎皮紋？我們注意看上位的鮑勃薩普，他的頭皮啊，像老虎的這個皮膚一樣，都是褶子。這種人很恐怖。哇，這真是一場血戰啊！上位的鮑勃薩普還在努力，沒錯，估計他也是累了，這個時候呢沒什麼勁兒去打拳了。這一回合明顯是鮑勃薩普拿到了優勢。哎，這邊裁判叫停了比賽，第二回合比賽結束。哦，可以看到現場的觀眾看得很開心吶。不知道觀眾朋友們能不能看得出來啊？現場的女觀眾是哪裡人？好，揭曉答案啊，這都是日本人，因為本場比賽是在日本舉辦。好，雙方最後一個回合的比賽馬上開始，觀眾朋友們，最後一個回合了，千萬不要錯過。他們兩個現在都累得不行了，兩頭野獸啊！好的啊，最後時間，最後體能的對拼，沒錯，打起來！才打了3個回合就累成這樣，如果說和泰森打10個回合的話，這還不得累死啊！觀眾朋友們，我覺得他們兩個挑戰泰森啊，也就只能混個出場費，幾百泰森。
好，这一個回合換成了鮑勃薩普佔據優勢。來自伊朗的金太郎，他不只是沒勁兒了，我感覺他隨時都可能會倒啊。雙腿已經發軟啊，出拳都沒有力氣。這已經是累得不行了啊！但是如果一直不打的話，裁判會判消極比賽。好，鮑勃薩普，很明顯這一回合是鮑勃薩普的狀態更為積極。這場比賽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是這個美國的野獸啊拿下了挑戰權。好，观众朋友们，雙方這場巨獸之戰終於結束，哇，血淋淋的場面。好，最終的比賽結果沒有錯，果然是判給了鮑勃薩普。恭喜他獲得了泰森挑戰權。好，非常精彩。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我操！空中踩踏，暴力飛起，轉身蹬腿，空中360度回旋踢。這套令人眼花繚亂的打法，連我們中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更別說老外了。這外國選手是既看不懂又防不住，他就是號稱中國拳壇黃飛鴻的張美軒，體能強大，技術一流，打法風格極具個人特色。他的比賽堪比功夫大片，在擂台當中經常用各種高難度的招式，常常打得對手沒有還手的餘地，主要是真的防不住。而且不僅招式華麗，其殺傷力更是驚人。最快的一次啊，僅用12秒便 KO 對手。就連動作明星李連杰和吳京啊，都是張美軒的鐵桿粉絲。而這一次，張美軒接到了另外一位同樣是功夫高手的菲律賓悍將蓋曼傑米的挑戰。此人4歲便開始習武，號稱打遍菲律賓沒有對手，而且還在媒體面前大言不慚地表示，稱菲律賓的功夫就是中國功夫的祖師爺。無論怎麼說呀，張美軒接下了他的挑戰，這一場中國武術大戰菲律賓功夫的對決，觀眾朋友們絕對精彩了。挑戰張美軒，第一局比賽開始。藍方蓋曼傑米，紅方穿山豹張美軒。我們看到穿紅黑短褲相間的條紋的是吉米，你看到穿藍色泰拳短褲綠色泰拳短褲的是張美軒。在菲律賓呢，近些年也是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 MMA 好手，像名將北林剛等等。一個接單腿，現在傑米是抱腿，是的，因為菲律賓也有着非常強的散打的群眾基礎。是的。這邊我們看比賽剛一開始啊，張美軒呢也不着急，好，開始嘗試出手了。哦呦，同側腿拳的銜接。看張美軒的比賽，我們只需要記住一點，輕易別眨眼，因為一眨眼呢，有可能會錯過他華麗的招式。掃踢來自蓋曼傑米，轉身的後蹬腿。哎呀，一個360度的高掃踢。張美軒非常的自信，蓋曼傑米顯得是非常的謹慎。張美軒現在低掃踢是踢的蓋曼傑米啊，是有一點疼。好，張美軒是主動的抱腿，好，剛才一個飛膝。蓋曼傑米現在是處於一個上位，你看蓋曼傑米有沒有好的動作？你看。在下位的張美軒也是非常危險的，他之前曾經是三角鎖降服拉希莫，再次的三角鎖，話音未落，然後已經扣緊了，這個三角鎖扣的是非常的緊，扣的非常的緊，有沒有？有沒有？現在看到蓋曼傑米，三角鎖成功了。哦，觀眾朋友們，節目精彩，比賽結束了。我們這邊還沒準備好，還沒看爽呢，結果張美軒啊，
雲淡風輕的在地面戰上拿一個三角鎖結束了比賽。好，觀眾朋友們不要着急，上一場比賽沒看過癮啊，下面這場絕對讓你爽了。沒錯，張美萱大戰日本選手京村武孝紀，中日對抗賽，觀眾朋友們，而且還是一個武術大師啊。好，我們看張美萱的話，哎呦，性格非常的開心。好，比賽開始，注意看，紅色短褲是張美萱，而藍色褲衩日本的京村武孝紀。值得注意的是，對方也是一個武術高手，我們注意看他的姿勢還有這個動作啊。不知道是從哪裡練出來的這個歪門邪道啊，看起來姿勢非常的怪異。哎呦，漂亮！我们这次的比赛是在Straw is 115, Adam 105。这是我们关山湖区的旅游形象大使。And then there's the kilos, the metric system, which I'm not even going to go into right now. I don't even go there either. My mind is so mixed up between living in Ireland and America, so I don't go there either. It all works out. Thailand trained, I would assume these guys might be, but I do know one thing. 打日本選手張美萱這邊呢，反倒是冷靜下來了，不着急，因為張美萱呢是一個很會觀察啊、很會抓機會的選手，所以說呢，他在找一個能夠一擊斃命的機會。他不允許自己輸，所以說呢，也不給自己留下任何的破綻啊，輕易不出手，出手必傷人。Yeah, the Chinese fighter is definitely way more patient. China's definitely way more patient, but the Japanese fighter, I think, might just be looking for his opening.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MMA is the gloves for me. Of course. They're almost skin. Yes. Dude, it's not to protect the other guy's jaw. No, it's to protect your knuckles. Protect your knuckles. Yeah. It's just when you see, oh, wow. Oh, he's done. I don't know if that was... 好了，結束了，日本選手暈了。我們來看一遍精彩回放，到底怎麼回事？日本選手下潛抱摔，被張美萱預判到了這一下，這就是我們說的張美萱在觀察。果不其然，他抓住了對手的破綻。在打暈隊友之後，張美萱毫不猶豫的趕緊連補幾拳。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依舊是由張美萱。我們注意看了這個左邊這個就是日本選手，他的名字叫做田村純，而張美萱呢對日本人的態度那就是來者不拒，你來我就敢打。是的，這場比賽呢確實很難打，很難打，而且對方的反應啊、移動速度啊都很快。對，我們看這場比賽啊，就是日本人張美萱的這個到現在為止，雙方都還是相對比較謹慎的，兩人還沒有真正放開來打。對方這個高掃啊，看得出來這個還是有一定的功力啊。是。不過對方這個戰架很奇怪，很散。對，這個兩人這個今天很鬆散，兩個人有點像。哦，這飛膝。日本選手示意說沒有事兒。我們別看現在日本選手啊笑得很開心，笑得很燦爛啊，一會兒啊就讓他哭都哭不出來。這個日本選手的確很狂啊！我們注意看，他完全不做防守，兩條胳膊像兩條麵條一樣，完全不做防守。這對於張美萱來講，對方的身上現在滿是漏洞，肚子、腦袋都是破綻。其實張美萱的整個的體型，在他這個級別來說，並不占很大的優勢。啊，後手拳有擊中，哎，好了，繼續拳擊，正面打拳，手擊，啊，裁判終止比賽了。哦，裁判拉都拉不住。觀眾朋友們，這就是挑釁我們的下場。張美萱也真是毫不留情啊！3場比賽，您覺得哪一場最為精彩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反正我是最喜歡最後一場，我讓你笑，我讓你樂。再恭喜張美萱，咱們下期視頻再見。